What's up, guys？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颗新的85定焦，就是这颗 Cass 的 AF85 Evidence。说到拍人像85 mini 这个焦段，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它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快速认识一下一颗高性价比的新选择 Cass 凯瑟首款自动对焦镜头85 Evidence F1。像这样的85焦段非常适合日常拍摄。这85焦段呢，我们只要眼睛看向特定的定点的时候，我通常呢会想要努力的去捕捉那个物体、那个场景的特殊焦点的形状，这种视角就很适合用85来诠释。而且这样的镜头呢，它其实并不会很大。如果相较于真人望远镜头的话，其实这颗 Cass 的85，它的体积控制呢就还相当可惜的是因为 A7S3 的机身的限制，当我们手指放到机身的时候，很容易跟我们的光圈环产生干涉。这点呢是它的手感上比较可惜的地方，而且光圈环呢是比较有多锯齿状。除此之外呢，的大小手感、各种按键的切换啊，或者是功能键的布置呢，我觉得都相当合理，相当令人喜爱。就它的手感而言呢，还是给人家很正面的感觉。再加上它的重量呢也是500克出头，像这样的随身小包包装相当方便。哇，这边风好狂啊！因为呢就用细节的一颗卡色 Cass 的镜头，85看一下这样的望远影视的画面。如果想要强调一些比较视觉重点的画面，想要告诉人家你真正关注的是场景中的哪个 portion 的时候，通常可以呈现出我们想要的效果哦。为什么85 mini 这么受欢迎？首先，它有很好的透视感，不会像广角镜头容易产生透视变形，焦距也不会过长，导致过度压缩，感觉刚刚好。其次，它的工作距离适中，让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不会离被摄者太近，造成压力，也能够方便的透过移动身体来构图，这就是所谓的人肉变焦。对于很多职业摄影师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焦段。我觉得这个镜头对我来说最大亮点就是它的重量呢只有500多克，相较于其他厂牌类似规格而言呢，这样的重量呢非常的宜人呢。F1.4大光圈的呢要制造出前景深呢非常的容易。它自动对焦采用的 STM 马达在全程使用的时候完全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噪音，完全是无声，而且非常快速的合焦，这点给好评。如果以镜头的外观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的呢。喜爱使用手动对焦的对焦切换非常容易，同时对焦环的宽大舒适的使用感受，很容易让我们掌握想要的焦点哦。最迷人的就是它带来的前景深效果。这颗85 mini 它的表现真的不俗，它焦外表现柔美，但是也相当有辨识度。即使光圈全开，它的锐利度表现呢也相当好。对于色散跟眩光呢，它能够有效的抑制，成像呢有相当高的对比度。即便光圈全开，主体呢很突出，背景柔美的虚化，再复杂背景呢也能够变成迷人的色块或光点，让画面呢更简洁，更凸显你想要的焦点。很多人认为85 mini 只能拍人像，但是它在街头摄影中也相当有用，特别是在台湾，街景元素太丰富了，这么杂乱的话，85 mini 的长焦、小压缩、F1.4大光圈可以有效的隔离主体，让背景的干扰最小化。我们可以运用它，把背景的光线、色彩融合成柔和的背景，可以说是街拍的救星哦。简简单单，透过前景深，杂乱的招牌呢，都变成美丽的模糊色块。拍摄人物的时候，无论是拍全身、半身，还是头部特写，还是头肩特写，85 mini 都提供出色的主体分离效果呢。全幅的85加上 F1.4，让我们拍全身的时候，依然保有非常迷人的前景深。定焦型要拍得好，就是要移动脚步来达到最好的拍摄点。移动间呢，调整构图也是相当有乐趣哦。因为其实用85拍人物非常简单，我们用9宫格啊、3分构图法将人物焦点放在画面2/3，避免切到脚踝，不要切到头，让人可以稳稳的站在地上，会更稳定。如果拍摄距离有限，不能够留很多空间的话，那也可以相反的走近一点，把人物拍得更特写，更有明显的张力。我们可以尝试多种不同角度拍摄，从高啊或低啊，让画面的透视感更明显。而且85可以很容易的用前景深柔化前景，所以前景呢也变成画面层次感的元素之一。当然，摄影拍人啊，掌握光线是最重要的。掌握好光线的方向跟软硬度，自然就会很出片哦。这些都只是操作上的技巧，我们要跟被拍的人呢有着良好的情感连结，让被拍的人感到轻松舒适，表情呢会更自然可爱。很难得是第一颗自动对焦镜头就有这么好的
光学成像之外，这个镜头它保持着相当 compact、扎实而且相对小巧的体积，让西行啊或者是长时间直落拍摄不会觉得不舒服。它有很多很有人性化的按钮操作跟它的布局设计，让它变成一颗具有高性价比而且有独特魅力的85人像镜头。我想以 Sony 的使用者而言呢，它的价格定位以及它的表现力、独特性，都是在选购定焦镜的时候可以考虑的良好选择之一。我个人觉得相当有竞争力哦，手感很平衡。等一下我们就来比看看，你这个色的镜头跟原厂85拍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吧？拍起来完全无声，还蛮舒服的。这风实在是有够狂的，哇！海天一色的步道 ，CAS 的85 f1.4， 可以跟索尼的 f1.8 比起来，足足大了一圈。整体各方面的质感，不管是它的前端镜片镀膜啊，给人家感觉，或者是它的稍微磨砂的手感，以及上面很多按键，这些呢都在给人家一种 Pro 级的感受。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它的光圈环，高档镜头象征有光圈环，光圈环可以调有级跟无级的切换，上面就有 AF、MF 的直接切换的钮，以及2个 FN 按键 FN1、FN2， 把所有空间都用了恰到好处。你摸起来还是觉得会有点塑料感，但是这也让这个镜头显得更加的轻便。可以想象，这个 f1.4 大小口径的镜头，居然重量不会比 f1.8 重太多，更是远轻于其他的 f1.4 的镜头，所以轻量化来讲，我是相当肯定的。直接在这样的场景中来看一下 f1.4 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景深效果，跟它的从 f1.4 直到 f16 它的每档光圈的差异。先小结一下我大概拍的感受呢，就是这颗镜头它色彩相当饱满。其实一般的副厂镜头给人家色彩贫乏感觉，而这个不会，就是它的镜片的通透度，直接从 LCD 屏幕看起来的显像效果其实相当浓郁，而且没有什么暗角。总体而言，锐利度第一眼印象呢，就给人家很好感受，即使是光圈全开，也不会觉得比之前熟悉用的镜头，像是 Sony 的85 f1.8 的有什么不同，而且只是让我觉得它的散景更浓郁，颜色更加的饱和。同场景呢，跟 Canon 的 f1.2 相比，但 f1.2 还是会更加的有味道，因为毕竟 f1.2 还有更多的光学的一种效果呈现，皮肤味、景深忽略一点点。但其他而言呢，我觉得 f1.4 站在 f1.2 跟 f1.8 之间，刚好取得一个方面的平衡，同时它散景也是顶级的水准。总体而言，照片效果非常喜欢。重点是放背包也不会觉得太重，如果带一颗人像镜出门，才不会觉得好像背一块铁块一样。这样子呢，何尝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胶囊组合呢？由于使用85啊，我们必须要退后才能够拍摄比较适合的构图范围。这样的特性，我们可以用这距离争取一点透视空间。就是我们远远拍的话，我们可以容易拍到横屏竖直画面，容易透过这个距离呢，去让我们的画面对齐旁边的竖线啊、直线，能够让它自然的呈现横屏。我们不用因为竞拍而需要俯仰，这一来呢，画面自然就特别的简洁干净。这也是长焦段像是85这样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而且使用85，它的特殊的画面的压缩，那种轻松简单的小小的一点小小压缩感，加上它的前景深呢，很容易帮助我们除了拍摄人像之外，也是拍摄一些小小的氛围感的前后小景交叠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可以利用小小的压缩感跟大光圈这样的 combo 组合呢，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非常聚焦的小景画面。但是这边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你有大光圈的模糊背景优势，依然不可以滥用，因为背景的模糊，如果它的明暗反差强过主题的话，一样是没有办法获得衬托主体效果，反而会一种模糊的大部分的视觉焦点会集中在看到背景上。所以怎样去凸显主题呢？依然用我们的明暗对比方法，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亮的部分集中在你的拍摄主体，背景利用暗的地方来衬托。所以即便是背景有模糊，依然要遵循着视线集中向亮处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尽量把我们的光线呢多点在我们主体上，而不是在背景闪烁。即便是有使用的前景深的效果呢，再加上使用明暗对比效果，都可以更加加分。其实之前呢用过 CAS 滤镜，觉得效果很不错，之后呢可以试用到新的自动对焦镜头，很神奇吧？出完滤镜之后，居然出了自动对焦镜头。注意是自动对焦哦，非常扎实的盒子。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盒子上边呢还有镜头的结构，还有它的一些参数，85 f1.4 全片幅，可以自动手动，最大光圈 f1.4，最小 f16，13片10组
视角28.5度，滤镜的口径是72，最近对焦0.7，这算比较近的咯。一般的85啊，通常都要85公分到90公分左右。它提供了 Sony E 卡口跟尼康的 Z 卡口 ，Right， 质感还不错的盒子。85这个焦段呢，是我之前在英国做模特机公司摄影师的时候，使用率最高的镜头之一了。就是一般来讲，在棚拍的时候，通常只会用到2个焦段，就是50，再来是85。如果在户外的话，可能会用到70、200，但都不脱离这个范畴。基本上这焦段可以让我获得比较满意的成像，就是头肩比例自然，同时呢比较具有良好的背景跟主体的分离的描写，质感很不错的镜头带，同时呢有一个塑胶的遮光罩。磨砂质感，有着很特别的一个小物件，就是一个磁吸的镜头盖。磁吸镜头盖边的质感效果很好。再来可以看到保卡说明书、使用说明，还有机内滤镜的使用说明哦。它有送一片机内滤镜，特别一档的减光镜，可以帮助我们在太阳下也可以开放光圈来做拍摄。Right，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镜头本体，上手的体验呢，其实相当有扎实感，可是又不会像传统85这么重。选用材料来控制重量方面呢，有非常谨慎的做法。拿在手上的质感呢，其实相当好。接环部呢，有一点金属的质感，冰凉的感觉。镜身方面呢，有结合了一些氧化、一些磨砂质感，对焦环的手感相当好。它的光圈环相当上档，是很高级，同时可以切换成有级对焦以及无级对焦。光圈环的手感呢是比较沉重的，所以就不会轻易的一拨就改变了光圈值，也是相当令人安心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镜身上的自动对焦切换开关 FN1、FN2 两个自定义按键。FN1 呢就跟一般 Sony 机身上的按钮一样，可以自定成你想要的格式功能。FN2 比较特别 ，FN2 呢它预设按下去之后，直接呢镜头就会切换成0.7的最近对焦距离，来让我们可以拍摄特写，不用说让机身中焦来回搜寻啊，非常的缓慢不便。镜头盖很特别，居然有着类似碳纤的质感的花纹，增添了一分高级感。其实的口径，以这样 F1.4 镜头来讲，并不会特别夸张，非常通透感觉呢。镜尾部有 Type-C 的插口，可以让我们做一些分位 update 之类的功能操作。85这个焦段呢，是我非常仰赖，同时也非常熟悉的焦段。前几天刚好接到一个来自英国友人的 email message， 说到他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呢，之前我寄放在他家的3张大张的人像输出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之前他参加比赛复审的时候所寄送的实体作品，在当时呢是用非常高画质的相纸输出，所以它的质感啊细腻度非常好。那时候拍摄的是使用 Canon 的 1DS Mark II， 还有 Fujifilm 的 X-T1 不同相机拍的3组作品，可是呢，他们都是使用85焦段，也验证了我对于85这焦段的一种执迷吧。使用85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将目光聚焦在我喜欢的局部的细节上，比如说人物肖像的双眼，至场景中的人物等等，都可以轻易的将我想要的portion 能够跟其他的环境呢做一定的分割，这也是85很特殊的地方，它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而且还有很自然的可以保持一定的人物就跟环境的关联性，不会完全割裂掉。如果你使用135啊，或者是更长焦段呢，就有一种人物跟场景的割裂感。85呢还是可以比较容易跟场景产生紧密的结合。这段时间用下来，我觉得这颗镜头在各种层次表现上更加的有细密的街道变化。Sony的原厂高 1.8 是相当的锐利，画质相当令人满意，同时对焦也飞快。如果跟这种 F1.4 镜头同时间拍同样的人物啊或景物的话，你就会发现 F1.4 所能够带给我们的画面的醍醐味，那种景深层次变化感觉会更加的微妙。同时它的反差会让我们觉得说更加细腻。85 F1.8 它会比较明快的亮暗啊，或者是一种比较清晰的街道变化。用 CAS 这样的 F1.4 或者是 Canon 的 F1.2， 它会在街调的灰阶上会更加的细腻。虽然85都是用来拍人像啊或者小东西远处，但是呢，我也蛮喜欢用85来拍风景。我们现在就看着这茶壶山稍微高点的地方，我们用它来测看看不同光圈的解析度怎么样吧。在户外远景方面呢，我实际
测试过逐格光圈的拍摄而言，从 f1.4、2、f4、5.6、8、11、16这样连续的同场景拍摄之后，我们以逐一对比，发现这颗镜头的数值之高呢，几乎是在每个接凹段呢看起来几乎都长一样，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光学成像改变。每档光圈呢都是很合理的呈现出非常高画质的、非常细致的描写。在使用这个镜头的时候，完全开，不用在乎画质的改变，只要专注在你能够获得的景深效果即可。实际拍摄也拿它来捕捉鸟类，比如说我亲爱的鸟儿子，或者你要捕捉起飞的客机啊，这个镜头对焦速度都可以满足我们需求。在夜晚拍摄夜景的时候，如果有直射强光呢，它发射也是可以保持的很清晰明锐。如果遇到强光、杂光进入镜头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眩光的反差降低感觉。不过这也是增添的一种电影感的感受吧。使用它的人眼对焦也是非常的迅速，基本上用它来搭配拍摄照片、影片呢，它对焦都十分的迅速而且可靠。简单的切换 AF、MF， 也可以在录影的时候精确的透过它非常容易掌控的对焦环来找到你要的焦点，甚至做一些焦点持续变换的操作，都非常的丝滑，手感一流哟。使用 f1.8 的镜头的时候，都会想说，其实它拍出来的跟 f1.4 差不多，而且 CP 值很高。可是碰上这样的新的 AF85 f1.4，这个观点呢就要改变。它价格不贵，并不会比原厂的85 f1.8 贵上多少，可是它所获得的进光量啊，它所获得的画面层次感，甚至它的色彩过渡呢，都相当优秀，所以它拍出来的会更有风味一点点。讲拿起85焦段也拍了10几年了吧，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跟85拍摄的一些要点。首先呢，就是很适合拍摄头肩像。头肩像的拍摄方法呢，就是我们头跟胸部的方向呢要做不一样的变换，这样本身呢就不会产生太平面的感觉。利用肩膀的纵深呢去制造点深度，然后适当的让模特儿的肩膀跟脖子部分能够有明显的角度的区别，更能够显示出人物的肖像的神态。同时呢，在使用85拍摄人物的时候，切记不能够太过于满版压迫感，要适当的能够在画面中有一些留白的空间，能够让画面有呼吸的感觉。而且85呢，除了拍摄半身头肩像之外，拍摄全身也很适合。但重点就是在背景的处理，让它更加的简洁，不会干扰到主体的神态表现。用同色系或者是跟主体明度有差别的场景呢，都能够确保背景模糊而且干净的辅助主体。而且85除了拍摄肖像之外，也很适合拍摄街头速写，甚至街拍，都是让人家充满安全感的镜头。我们可以不用跟拍摄对象靠太近，一样获得充满细节的照片。再加上这样的镜头体积控制的也刚好，如果再大一点呢，就会太显眼。再来就是好玩的地方了，你看磁吸的镜头盖 ，Amazing！ 磁吸的镜头盖跟镜头本身磁吸的接环，轻松呢就可以很稳固的将你的镜头盖盖上，可以玩很久。可是不会腻哦 ，right？ 这个充满乐趣镜头，你会考虑吗？留言告诉我哦。我是 Sammy 棒，我们下次见，拜。